马三立、郭荣启给他镶边，侯宝林也只能恭敬站在其身后。张寿臣凭啥统治相声圈半个世纪？1953年，张寿臣召开京津两地相声圈会议，在结束后，他们留下了这样一张老照片。注意看，身为门长大师哥的张寿臣稳稳坐在中心位，而一旁的则是常家的常连安。那会儿常家风头正盛，所以常连安有幸与张寿臣坐在中心位。再往旁边看，则是马三立以及郭荣启。别看二人艺术成就颇高，但在张寿臣面前也只能镶边。至于侯宝林，更是只能站在后排，一副恭敬乖巧的模样。这张照片彻底证明了张寿臣门长大师哥的地位。据传，早年张寿臣觉得马三立人小辈分大，还曾托人给对方带句话，让他自降一辈。因为当时相声界瘦子辈演员几乎都是1900年左右出生的，唯独马三立是1914年出生的。老前辈看马三立的相声，自然是觉得十分稚嫩，配不上瘦子辈。可后来张寿臣的徒弟出面辟谣，称根本没有这回事。但大家为何会这么传？实际上也是因为张寿臣确实有这个实力。张寿臣是焦德海的徒弟，也是第一个瘦子辈艺人，光是在辈分上，他就能压其他同辈艺人一头。那会儿还讲究长兄如父，所以张寿臣在同辈中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，加上他的艺术水平也是非常牛的，崇拜他的相声演员非常多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张寿臣人脉强大，他教导出来的弟子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例如单口大王刘宝瑞、小蘑菇常宝坤，包括赵佩如、朱向臣也都是他的弟子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收了不少义子，石富宽的师傅高凤山就曾被张寿臣收为义子。所以那会儿张寿臣一发话，整个京津两地的相声艺人都要听从他的指挥。早年马季曾陪着侯宝林一起去看望张寿臣，那会儿侯宝林已经非常有名气了，但在张寿臣面前，他也始终小心翼翼，直到张寿臣发话之后，侯宝林才敢落座。至于马季，更是全程小心翼翼地站在师傅身后，连个大气都不敢喘。得知侯宝林有个弟子名字叫做黄德义，张寿臣立马皱眉，满脸不喜地说道：“德字啊，辈分不小。”侯宝林听到这话后也紧跟着紧张起来。回家之后，他赶紧叫来黄德义，最终给他改名为黄铁良。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，那么郭德纲如果生在那个年代，恐怕也要换个名字了。